现在。奶奶把自己的一辈子都奉献给了这个家，爸爸对此不但没有半点感激，反而苦苦哀求奶奶赶紧搬走。因为奶奶不仅将儿媳逼得离家出走，使自己成了家中的实际掌权者，还妄图继续监视和控制家中每个人的一举一动。奶奶心中满是困惑和委屈，她坚持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对家人的关心，是为了整个家庭好。爸爸气得实在听不下去，直接愤怒地摔门离开。一个有着极强病态控制欲的奶奶，究竟会给一个家庭带来多么严重的伤痛？孩子们长期生活在这样持续不断的争执与压抑中，心情极其低落，脸上常年看不见笑容。尤其是家中的男孩情况最为严重，尽管已经15岁了，却经常无法控制小便出现尿湿裤子的情况。画面中男孩正在打游戏，这时奶奶走了进来，大声让孙子别再玩了，赶紧去学习。男孩赶忙解释说自己刚写完作业，想歇一会儿再接着学。奶奶却命令他必须现在立刻马上开始学。알았어。 아니 맨날 할머니 마음대로 좀 해。 男孩无奈只好关掉刚打开的电脑，低下头继续学习。晚饭时，爸爸试着和奶奶沟通，希望他能多尊重孩子的意愿和想法。爸爸说儿子其实很自觉，能够很好的安排好学习和游戏的时间，可奶奶对此却并不认同。她认为孩子年纪小，贪玩必须时刻在旁边盯着才行。很快两人就因为孩子的教育问题你一言我一语的大声争吵起来，孩子们在一旁观察着大人的脸色，吃得如坐针毡，大气都不敢喘。直到吃完饭，爸爸也没能说服奶奶，只能默默躲进厨房，一边刷碗一边生窝囊气。演播室嘉宾询问爸爸孩子尿失禁的情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。爸爸说自从与妻子离婚，奶奶正式接手这个家后，情况就时有发生，并且问题随着儿子年龄的增长越来越严重。最严重的一天，儿子仅一个上午就尿湿了裤子10多次。奶奶对孙子的控制欲不光包括学习，而是事事都要插手。只因对孙子150斤的体重不满意，便想让刚吃完饭的孙子出去跑个10公里。男孩正意犹未尽地看着电视，实在不愿意动。奶奶见状，立刻就掏出手机给周末还在加班的儿子打电话告状。电话那头，爸爸听完后长长的叹了口气。在看到奶奶打去电话后，男孩的心里非常忐忑，他试图推开电话不想接，最后还是被奶奶强势压制。挂了电话后，只好乖乖地跟着奶奶出了门。一路上奶奶都在不停地跟他念叨，我今天做了一整天的家务，都已经累得不行了，要不是为了你好，这么冷的天我才不愿意出来。爸爸晚上到家后径直走进儿子房间，他语重心长地对儿子说，希望他以后在家能乖乖听奶奶的话，别再让奶奶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整天给他打电话。他抱怨到真的很讨厌在家里被奶奶说，在公司还要被领导说，每天工作上的事就已经够让他心烦了。听见爸爸的话，儿子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看到儿子这副模样，爸爸的心一下就软了，瞬间破防。 아빠도 속상해 답답하고。 他忽然觉得生活怎么会这么累，仿佛所有的压力都在这一刻向他涌来。自从5年前和妻子离婚，他的日子虽然过得并不容易，但却从没像今天这样彻底崩溃过。刚和儿子说完心里话，还没缓过来，奶奶那边又开始对着他贴脸开大，一个劲儿地数落着孙子的种种不懂事。爸爸实在有些不耐烦，便告诉奶奶别再管了。他觉得儿子是个有主见的孩子，能安排好自己的学习和生活。奶奶一听这话，当即就不乐意了，觉得爸爸怎么能这样放任自己的孩子不管。爸爸赶忙解释说自己不是不管，而是希望奶奶不要总按自己的标准强制性的要求孩子。孩子现在已经大了，应该有自己的决定权。可奶奶根本就听不进去，两人很快又因为教育问题再次激烈的争吵。爸爸越说越激动，不停地控诉着奶奶，说家里不管大事小事都要听他的指挥。他这辈子除了妻子是自己选，其他人生大事几乎都被奶奶决定。 의논하자고 제발 좀 의논하자고. 결정지어서 얘기하지 말라고 통보식으로. 내가 어렸을 때 엄마한테 느꼈던 감정이 그래요. 강압적이고 지시적이고 명령적이었어요 항상. 이거 해 하지 마. 갔다 와. 쟤랑 놀지 마. 노는 친구들도 엄마가 골라줘야 됐고 나한테 그랬던 게 엄마가 그대로 저 새끼한테 하니까는 돈은 나도. 奶奶委屈地说自己每天累死累活的是为了谁？不都是为了这个家吗？难道爸爸心里一点数都没有吗？听到奶奶这么说，爸爸只好无奈地叹了口气，心想自己刚才那些话又白说了。吴博士询问奶奶能否理解儿子心情低落的原因，奶奶说这正是他最想不通的地方。明明自己为了这个家操劳了这么久，牺牲了自己的一辈子，到头来却没能换到儿子哪怕一丝一毫的感谢。接着吴博士举了一个例子，他说子女在外奔波一天，浑身疲惫地回到家，妈妈看到孩子累成狗的模样，心疼得不得了，觉得孩子实在太辛苦太可怜，于是急忙端出刚做好的饭菜，催促孩子赶紧进食。可孩子因为过于劳累，只想先躺下缓一会儿再吃。可妈妈不仅不理解，反倒一个劲儿地说，我忙前忙后准备了这么长时间，你就赶紧趁热吃吧，等一会儿饭菜就凉了，赶紧吃赶紧吃。孩子这时也被弄得有些烦躁，就说为什么非要现在吃呢？都说了想歇一会儿再吃。妈妈一听这话，情绪一下子就上来了，伤心地说，天哪，我怎么会养出你这么不懂事的孩子，费心费力给你准备饭菜，结果你还不领情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不如早点从楼上跳下去重胎算了。孩子赶紧解释说自己不是那个意思，让妈妈别再这样说。可妈妈依旧情绪激动，甚至说要离开这个家。如今奶奶的做法和这例子里的妈妈简直不要太像。虽然两位母亲的出发点都是心疼孩子，但吴博士建议奶奶现在先别出发，以她目前的做法，时间久了，孩子心里必将积累强烈的难受和愧疚，会反复想着这是为我付出了一生的妈妈，我明白她都是为我好才这样，可我竟然还对她发脾气。等情绪平复后，孩子便会陷入深深的自责与煎熬，觉得自己是个特别差劲的人，特别对不起母亲。随后吴博士为大家展示了男孩创作的一幅画，他指出在这幅全家福里，男孩特意将奶奶的身形画得最为高大，这暗示在他心里奶奶是这个家里最强势最有控制力的人。
仿佛全家都在奶奶的主导和掌控之下。同时，男孩还把老人的眼睛画得特别突出，这表示他总觉得奶奶在时刻紧盯着自己，关注自己的一举一动。此外，吴博士还注意到一个细节：每当爸爸与奶奶发生争吵后，男孩就会频繁地上厕所，这反映出他潜意识里觉得自己的一切都被奶奶严格约束，而唯一还能自己决定的似乎只剩下上厕所这样的生理需求。这或许正是他经常在白天出现尿裤子情况的原因之一。此外，在之前的场景中，奶奶多次督促孙子去写作业，男孩也多次解释自己并非不愿写，只是希望按自己的时间规划来安排，但奶奶却坚持强硬地要求他必须马上行动，因为他觉得督促孩子学习是自己的任务，只有看见孙子乖乖听话照做，他才会感到安心。奶奶这样的做法其实并不是在帮孩子培养自主处理事情的能力，反而更像是为了让自己心里踏实而施加的过度管束。 그만하셔야된다니. 과도한 통제입니다. 这天，奶奶忽然要求结束拍摄，催促工作人员赶紧离开他们家，因为家里的情况上了节目被亲戚知道后会让他觉得特别丢人。但爸爸心里实在不想再这样下去，他真的非常渴望改变这种压抑的现状。 이것뿐만 아니라 모든 게 진짜로. 조용해라 시끄럽. 동네가 시끄럽다. 뭐가 창피한데요? 그렇게나 의식하고 사나? 진짜 좀 그래 좀 살지 마라 진짜. 아이씨 진짜. 제발! 为了表达不满，爸爸用力地关上房门，突然的响声把孩子们吓了一跳。 屋内的气氛瞬间降至冰点，压抑的让人喘不上气。过了一会儿，男孩悄悄走出房间，为了缓和屋内这令人窒息的紧张气氛，他努力地找各种话题，试图和爸爸搭话。可爸爸此时的心情已经差到了极点，根本无心搭理儿子。接着，男孩又来到奶奶身边，依然是聊一些无关痛痒的话题。心烦的爸爸看见儿子一直在眼前转悠，便问他作业写完了没。儿子回答还没有后，便默默地退回到自己房间。一向不怎么表露情绪的他，这时忽然开始伤心的抽泣。他觉得家里所有的争吵和不愉快都是因自己而起，而他却如此的无能为力，什么都改变不了。在察觉到儿子异样的情绪后，爸爸的心里也很难受。 把儿子带到外面后，满脸自责，不停地跟孩子说对不起。当爸爸问儿子有什么心愿时，儿子却紧紧关上了心门，不愿多谈。爸爸感到深深的愧疚，他觉得自己既不是好人，也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。当感受到儿子对他的失望后，爸爸的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。他一边哭一边告诉儿子，其实在儿子出生之前，自己就下定决心要当世界上最好的爸爸。可现在他却迷茫了，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让全家都幸福，只能一遍遍地说着对不起。当儿子轻轻握住他的手时，爸爸的情绪几乎崩溃。最后在节目组的鼓励下，男孩终于鼓起勇气，对着镜头袒露了自己的心声。当问到爸爸是个怎样的人时，男孩说：“爸爸其实心地很好，只是有时候控制不住脾气，尤其和奶奶说话时容易发火。”节目组接着又问他对奶奶的印象，男孩说：“奶奶做事细致周到，但自己常常对他感到恐惧，因为不管是学习还是生活，奶奶总是强势要求一切都听他的，从不尊重他的意见和想法。”他和奶奶谈过好多次这个问题，可奶奶压根就听不进去。有好多次他都压力大到想直接逃离这个家，可理智告诉他不能这么做，于是他只好一个人默默忍受。虽然压抑的家庭气氛时常让他感到心累，但他还是很乐观地说，和世界上很多人相比，自己已经很幸福了。直到采访快要结束，他才终于忍不住地表示自己其实非常的想妈妈。他们已经有5年没见面了。演播室的嘉宾们听了这些话，都觉得这孩子懂事的让人心疼。明明自己每天都生活在争吵和压抑中，却为了维护家人最后的体面，强忍着委屈说自己很幸福。节目结束后，知道孩子们一直在想念妈妈，原本犹豫不决的爸爸最终还是拨通了前妻的电话。他询问前妻能否现在和孩子们说说话，下一秒兄妹俩的手机就响了起来。电话那头传来妈妈温柔的声音，孩子们听到后都开心极了。这天晚上，一家人围在一块玩起了游戏，这是吴博士专门为他们设计的增进亲密关系的环节。在玩游戏时，爸爸第一次对着孩子们敞开心扉，为他先前的暴躁行为表达了深深的歉意，并承诺以后会努力掌控情绪，做个合格的好爸爸。这番真情流露惹得儿子眼泪止不住的往外流。隔天，吴博士联系男孩约他现实碰一碰，并递给他2块带有请勿打扰标志的牌子，告诉男孩，当奶奶让他感到不耐烦或过分对他进行干涉时，就可以把牌子举起来示意。晚上，男孩正在打游戏，奶奶果然像往常一样走进来插手，开口便是催促孙子赶紧关掉游戏去学习。但男孩这次并没像之前那样听话妥协，而是选择对奶奶的反复念叨不予理会。但奶奶却始终自顾自地在旁边墨迹个没完没了。被整得有些心烦的男孩只好举起那块印有吴博士头像的拒绝牌。看到牌子后，奶奶明显有些发懵，告诉孙子：“我要烟牌。”孙子严肃告诉奶奶：“牌没有问题。”无奈奶奶只好识趣地离开了。成功击退奶奶的孙子第一次尝到了胜利的滋味，笑得嘴都合不上。隔天上午，闹钟响起，男孩立刻放下手中马上就要通关的游戏，快步跑向卫生间。原来他按照吴博士教的方法，每半小时就定一次闹钟，不管有没有尿意都去上厕所。不得不说，男孩真是个懂事自律的好孩子。与此同时，奶奶也在按照吴博士提出的改造方案努力地调整自己，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，这家人一定会慢慢好起来。